第10届世界和平论坛周一在北京闭幕。为期3天的会期中，多名外国前政要、300多位驻华外交使节以及智库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讨论全球热点议题。本届世界和平论坛看点很多。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到任4个月之后，首度亮相中方论坛活动。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与美西方等国驻华大使现场交锋，以及中美关系和台海问题等，都是最引人注意的焦点。来看看深圳卫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在周一的一场活动中，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法国驻华大使罗良和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讨论国际热点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自今年3月抵华履新后首次出席中方举办的论坛活动。伯恩斯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非常错综复杂，这种态势仍会持续。他也强调，中美两国在竞争的时候应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冲突，因为双方都不想出现冲突，想要保持和平的关系。How we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this very important 21st century rivalry will have an obvious impact on world order given the strength of both countries.But it also demands something else, and that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k to work together on areas where world order is most closely in question. And so both of us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we acknowledge this to each other, to work on climate change.拜登政府提出对华全面竞争的概念。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认为，中美双方对彼此都存在负面看法。如果想要进行合作的话，看起来就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而不是被看作是橄榄枝。本届世界和平论坛也高度关注俄乌局势，美俄两国驻华大使同台交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指责俄罗斯，而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则反驳称，美西方不断试图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机制，并散布涉俄虚假信息的做法。The exist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being reshaped. We witness the persistent efforts to substitute th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law with so-called rules-based order, which reflects views of small number of countries only, rather tha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We have constantly stressed the extreme danger of attempts to subver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mains an important and powerful tribune which has historically proved its capability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most complex and severe cris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But today we see the opposite trend associated with behind-the-back allegations, dictation, and manipulations, and it's truth. It's not just imaginary. On some episodes, like Ukraine, mentioned above,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absurd. 今天美俄大使在北京的同框备受期待，主办方呢就特意添加了更多的座位。但会议开始以后，还是有不少人陆续进场，并站在会场的各个角落。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大使伯恩斯入场以后，北约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立刻就开始了交流，自发地围成了一个小圈子。然而呢，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入场以后，他几乎跟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唯独略过了正在攀谈的小圈子，径直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但大会结束以后，美俄大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都用了建设性一词来形容此次讨论，并对促成对话的论坛方面表达了感谢。I think it was a constructive debate. I thank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this one. Quite constructive,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涉华言论，有外媒就其中涉及乌克兰危机向中方喊话的内容，在蓝天记者会上提问。对此，中方予以直接有力回应。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今天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俄驻华大使同时出席同场辩论，吸引了外媒的普遍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周一在本届论坛会议的现场，应邀出席的美俄驻华大使可谓是火力全开。
美国大使伯恩斯就指责俄对乌战事是对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俄方违反了作为联合国成员签署联合国宪章时的承诺。而俄罗斯大使杰里索夫呢，则反呛不同意伯恩斯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基于外交礼仪，还是要祝伯恩斯以及其他美国人独立日快乐。继而呢，杰里索夫就猛烈攻击美方主导北约掀起5轮东扩，持续挑衅俄罗斯，几乎将世界秩序推向深渊的边缘。美国 CNN 今天就说，美俄外交官在北京一场论坛上对撞，这是相当罕见的一幕。而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电稿则以 rare chance， 也就是所谓的罕见的机会来形容。但是呢，路透社明显是在选边站，他只是一边倒的在强调西方外交官把握罕见的机会，在华指责俄对乌开战。我个人认为，在俄乌冲突延烧至今的当下，在战争代价分分钟都在外溢，令全世界都在为此买单的今天，真正罕见的反倒是美俄这2个大国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美军一战司令舍瓦茨科夫将军他有句名言，比开战难得多的是如何来结束战争。但是呢，要真正结束俄乌的冲突，美俄又必须要面对面不可。现在呢，美方把止战的责任完全推给乌方。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昨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周日新闻栏目采访时，就再度宣称说，美国始终支持乌克兰，我们呢也一直如此在做。但是是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谈判，这个决定始终得由泽连斯基本人来做。那么，美国当代最有名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米尔斯海默曾经把美国推动的北约持续东扩称之为以木棍在持续捅北极熊眼球的这样一种挑衅行径。但是真到北极熊被彻底激怒，美国的表现却是拒绝承担后果。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今天在世界和平论坛上俄美大使同场论战互呛的这个意义所在，也是价值所在。